大家快看，屏幕前的黑人选手实在是太狂妄了，利用规则漏洞打败了咱们的中国选手之后，竟然戴上了一副小丑面具，喊话中国选手以及中国搏击，简直就是在胡闹，如同小丑一般。不过他的这番言论以及行为都触及了咱们中国拳坛众多选手的内心，首当其冲的保音仓直接就杀了出来。因为这个小黑子和他关系不一般，先前小黑子打败的董鑫就是他的师兄，这场比赛对于他来说也是一场复仇之战。身为董鑫的师弟，保音仓更有这个义务来为师兄报仇。那么今天就让蒙古壮士保音仓来好好的给他上一课。简单介绍一下保音仓这位小伙子，在咱们中国搏击也算得上是一位多方面的格斗专家，跨级多个领域都拿到过冠军头衔，对付一个嚣张的黑人选手自然是有一定的手段。镜头一转，也是来到了比赛现场。赛前小黑子得知保音仓是之前他打败过的董鑫的师弟，更是完全没有将保音仓给放在眼里，因为他觉得手下败将的师弟实力自然会更加差劲，所以开局表现得十分积极主动，看起来像是有十足的把握一样。不过让小黑子没有想到的是，接下来保音仓直接用自己的全力，根本没有给小黑子留一丝情面，一轮猛攻下去，彻底揭穿了小黑子虚假的面纱，直接将他给吓破了胆。估计他怎么都想不到，明明是手下败将的师弟，为什么表现得这么凶狠。我们都非常期待今天晚上中国战队的第一场胜利。森巴库利巴里是29岁，应该说是处在职业生涯的当打之年，身高173公分。简单的正面对峙一番后，保音仓也不打算给对手留太多的机会，3两下重拳直接就把小黑子给撂倒在地。随后保音仓也是发了疯一般，直接开始了地面的疯狂压制，瞄准小黑子的脑袋，一拳接着一拳。此时擂台上只剩下了2种声音，一种是重拳砸在小黑子脑袋上的砸击声，另一种就是小黑子的哀嚎声。不过这也是大家最想看的一幕，毕竟这个小黑子之前的行为已经严重激怒了所有中国拳迷。1分20秒。刚才这一波攻势啊，真的是掀起了现场的热潮。小黑子侥幸来到站立之后，明显变得更加胆小起来，甚至在他的眼神中都能看到一丝委屈。可能他也知道，今天这场比赛对于他来说根本不可能获胜，如果拖延下去，说不准自己会被保音仓给打死在擂台上。不过这一切都是自己的咎由自取，谁让他在比赛前敢如此嚣张，这就是最好的下场。能够拿下今天晚上的第一场胜利了。现在感觉森巴库利巴里已经有点小晕了啊，这个头呢已经有点支不住了，在自己的脖子上面。我们看看他的眼神，他的眼神里面是有些胆怯的。这个一回合比赛3次击倒，一场比赛一回合比赛如果是4次击倒的话，那比赛第一回合还剩下只有10秒钟的时间。这个森巴库利巴里啊，现在是在勉力的支撑啊。现在比赛来到第2回合，小黑子也知道这场比赛相比较董鑫的那一场来说，困难程度提升了不止一个级别。不过他也不想输得太难看，在这场比赛刚开始就直接冲了上去，与其挨打，不如正面寻找机会。不过对保音仓来说，简直就是在开玩笑，因为保音仓早就已经看透了他的打法，在内心也想好了该如何对付他。看来今天获胜是肯定的，保音仓只是在想如何给对手留下深刻印象，并且给他好好的上一课。显然没有恢复啊，还是绵软无力的一个状态。双方开始了角力，看看是不是要把比赛拖入到地面呢？现在保音仓的出拳也是试探性的啊，没有用上全力。在第一回合他是积累了比较大的优势。时间1分1秒过去，此刻场上2人的差距也越来越明显。其实能看出来，保音仓在这场比赛中，不管是打法还是战术方面，都更加的成熟稳重。目前来看，体能也依然在线。不过小黑子身为一名法国的黑人选手，在身体素质这方面肯定是要更强一些，所以不管是吃了保音仓多少重击，他都能完好无损。可能这一点是保音仓比不了的。不过有可能是因为保音仓为了这么对手，故意控制自己的出招力度，以此来给对手好好的上一课。
中国功夫机全能技的战队太需要一场胜利了。就是这样摇摇欲坠，但是森巴库利巴里还是能够挺住。我们觉得他的这个意志力还有抗击挡能力还是相当不错的。保音仓呢还是打得保守了一点，我觉得。眼看第2回合比赛即将结束，保音仓也因为频繁的主动压制，导致他体力明显下降。就当大家认为这回合无事发生时，小黑子突然来劲了。看来他等这一刻已经很久了。不过就算这时候保音仓体能下滑明显，对付眼前的小黑子依然没有任何压力。虽然摇摇欲坠，虽然站不太稳，失去了平衡，但是他还是能坚持啊！这就是森巴库利巴里的特点。加油！加油！加油！哎，刚才这一记大摆拳又是命中了森巴库利巴里，但是保音仓没有跟上来，有几拳呢？森巴库利巴里比划出了一个小 case 的手势。现在比赛来到第3回合，这回合对于小黑子来说已经是最后的机会了。如果在这回合还不能找到反制保音仓的手段，那么这场比赛将与他彻底无缘。所以他也十分珍惜这次机会，在短暂的调整休息之后，也是主动开始发起了进攻。不过别忘了，在前面2个回合中，保音仓可是拿到了绝对的比赛优势。身为一名从小就在大草原长大的孩子，体能这方面更是不必担心啊！全力出击，跟对方来拼个灿烂之战吧。好！现在保音仓出拳落空的机会也比较大，双方动作速率都感觉变慢了。第3回合时间过去大半，这时候小黑子也知道，不管自己再怎么努力，实力差距依然没有办法追赶得上，所以他开始动起了歪心思。只要自己能够坚持到比赛结束，不被 KO， 将比赛结果交给裁判，还是有一定的获胜概率。所以他也开始了逃避，拼命的和保音仓进行正面的拉扯，能拖延1秒是1秒。出拳的命中率还是稍微低了一点，其实有好多次机会。双方又回到了站立拼拳的状态当中。就是保音仓每一次对方摔倒之后跟上去这一拳都没有打中，可惜。好，又是一记重拳。森巴库利巴里这场比赛是无数次的站起来了。好，又是一记重拳。最终比赛也是终于结束了，保音仓也是用自己的实力成功的拿下了这场比赛，不仅为董鑫成功的复仇，而且还给小黑子狠狠地上了一课。相信这场比赛之后，小黑子也会老老实实的悔过自新。那么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所有内容，我们下期不见不散。